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是我们现场特别来宾何孟华议员、蓝轩小姐、林佩祥委员、林英涛议员、唐湘龙先生。哇，这还在打哦，本来几天就打完了，现在没完没了哈。以色列去炸伊朗的能源命脉，哦，伊朗呢就报复去打卡达，所以呢，全球液化天然气的生产重创。哦，这个蛮麻烦的，因为台湾的天然气现在用量超过50%到53%多天然气啊。哦，伊朗呢去空袭波斯湾3个国家的油气设施，卡达、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哦，所以呢，整个油气的区呢严重受损。那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去先炸伊朗的主要油田，叫做南帕尔斯。所以伊朗问题就来了，然后呢，伊朗就火了，就去报复。那川普就说：“我不知道伊朗去炸，但是你不能这样报复啊，这是很奇了怪了。你可以去炸人家，人家都不能炸你，你们这个都讲些什么呢？哦，那所以呢，全世界最大的油气田被炸了，所以伊朗暂时进入互毁能源，就是你炸我，我炸你，你炸我，我炸你，已经变成互相毁灭的这个阶段了。哦。”所以卡达的这个液化天然气是全世界最大的，所以油价一度飙破了$110。昨天美股也大跌哈，然后呢也影响今天台股也大跌。那12个国家，就是说中东的国家，沙特阿拉伯、巴林、埃及、约旦、科威特、黎巴嫩、巴基斯坦、卡达、叙利亚、土耳其、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啊，阿拉伯跟其他有些国家了哈，联合说呢，伊朗不要再打了。奇怪，他们不骂美国，不骂以色列的。不打就大家都不打嘛，你只是说你不打，那他再打，就有人去劝架，2个人劝架，他把一个人抱着说不要打了，不要打了，让那个人来打他，这不是这个意思吗？哦，所以伊朗怎么会听你的？怎么可能就停止攻击呢？好不好？川普说叫日本去护航荷姆兹海峡，那高市早苗18号要去，19号跟川普见面，所以说日美会谈很艰难。高市谈就在这个时候。你现在到美国去，其实应该也停了。我认为高市这个时候应该停，但是呢，高市原来就希望在川普跟习近平见面之前先去，抢个先机。所以这个是人算不如天算了。你这个是去还是不去呢？哦，川普可以说我到大陆晚个5个礼拜，那高市不能讲说那我也晚个五个礼拜嘛，日本就不敢，知道？既然讲好，除非川普说你不要来了，他不敢不去，去又很尴尬。哦，日本其实就是这样。那终极考验。如果说川普叫高市帮助美国去保护荷姆兹海峡，高市怎么办？哦，所以大陆媒体说他压力很大，而且川普还骂说你们这些盟友都不像个朋友，对吧？北约以后退出算了，也不帮你们了。哦，你们搞什么鬼啊？骂这个骂那个，那你高市去干嘛？要怎么办？看一下。空袭警报响起，伊朗籍数弹又出现在以色列上空。被拦截下的飞弹掉落在台拉维夫，伊朗持续报复，以军杀害了国安首长。在主要天然气设施被美以打击后，伊朗也反击波斯湾的能源设施，朝卡达发射5枚弹道飞弹，击中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生产枢纽。卡达拉斯拉凡工业城窜起火焰，这处厂区的液化天然气产量占全球供应量的20%。卡达外交部随即宣布，伊朗驻卡达大使馆的安全和军事武官是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在24小时内离开。این هشدار قاطع و خط و نشان برای جنایتکارانی است. 无视伊朗警告，以色列又袭击伊朗南帕尔斯一处天然气田，还有这座核电厂也遭炮弹击中。They say that there was no damage done to the reactor there and that no radiological material was released. На объекты ядерн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что порождает реальные риски радиологической и экологической катастрофы в масштабах всего региона. 香龙怎么看？因为这个战争到今天为止，它还在持续的扩大，也还在持续的升高。那不管就它的影响来讲，它的全球化，因为
今天即使川普出来说以色列要去打那个南帕尔油田，他不知道，这个是没有办法被接受的。你美国呢？美国今天呢，作为主要提供的以色列资源，以色列今天能够在中东能够当他的小霸王。从1996年之后，他放弃了所有在中东的外交手段，他就是诉求军事手段，要建立一个区域的霸权，所有他要的东西。任何挡他的，挡以色列则死，挡我者死。对他基本上面的原则就是这样。所以呢，他已经讲了，就是不管你联合国的立场如何，在中东绝对不会有一个巴勒斯坦国。同时呢，以色列的天然疆界也不会是你现在看到的以色列。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以色列何呢能够做到这个样子？好，那当以色列呢发动呢对于呢油气田的攻击的时候，伊朗采取了反击，但是彼此之间呢，在第一时间的时候都还算克制。川普出来讲话，我主观上面认为只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美国股市大跌。美国股市如果不跌，川普也不会讲话。好，那因此呢，今天呢，当美国股市大跌，尤其美国债券大跌，今天伊朗最主要的战略性的武器，不是打垮以色列，而是如何打垮美国债券。当美国债券呢系统性的崩盘的时候，如果那一天出现了，那美国政府绝对无暇他顾，必须要停止这场的战争。好，所以今天呢，伊朗本身它真正的操作面是在全球金融，但是因为伊朗本身它的包括它的这个。精神领袖被杀，然后那个实质的呢，这个呢拉贾尼呢也被杀，仍然在一个持续的被暗杀的状态。以色列今天的伊朗有没有足够强大的中心信仰，能够继续在这个对他非常不利的环境？刚刚的主持人提到了，你看到呢，所有的阿拉伯世界的国家，就是绝大部分穆斯林国家呢一起站出来，是呼吁伊朗不要打了。这跟呢美国呼吁他的盟友要去护航，大家都不来是一样。换句话说呢，伊朗在中东的人员国缘很差，美国呢一样在他的盟友圈里面，现在国缘都很差，两个国缘很差的，现在打得不可开交。但是因为对伊朗来讲，这是他生死存亡的战争，他没有退路，所以对于接下去的乱局。川普竟然都已经呢跟中国呢跟习近平呢请了6个礼拜的假，就表示在6个礼拜之内他必须要搞定这件事情。他会说那6个礼拜不搞定怎么样？你要知道，今天对美国这种国家来讲，因为某些特殊情况呢我把某件重要的事情往后延一次可以。如果6个礼拜之后他有脸再出来讲啊，我可能要再延6个礼拜，他没有时间，而且。再下去呢，就已经到了5月份了。5月份之后，以美国的选举的 tempo 来讲，时间已经不在川普的这一边，所以川普只有一次的机会。因此，未来的这1个月，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来这个佩强，我反而会认为说，大家会不要把卡达这个地方把它想得很远，因为目前来讲。台湾有33%的天然气进口是来自于卡达的，所以说我们台湾的发电又是有80%是用天然气，所以卡达现在它的天然气设施被毁，对台湾是有直接的影响，甚至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公开质询的时候，有质询到卓荣泰院长跟这个龚明鑫部长说，我们现在天然气什么时候够用？那他们最近的回答是到4月还够用，他们说他们向日本、韩国买货，所以我们才知道。说有这个两个礼拜是亏损33亿。不过如果回到这个美伊战争来的时候，其实这个目前的战争已经远超过川普的想象，因为刚开始他说4天结束，现在可能变4个礼拜，那希望不要变4个月，因为这个战争只要越来越长，对于美国就越来越伤，因为美国不是只有单纯的是在这个战线，它其他战线它也需要去应付，包括说俄乌战争，我上次在上节目的时候，旁边稍微问一下，我记得是蓝轩姐说我记得是那个凤馨姐有关说现在乌克兰冷不冷？因为如果乌克兰不冷的时候，表示俄国的军力会大幅度进攻。那目前来讲，慢慢的时间也不站在美国这边，反而是站在俄罗斯这边。俄罗斯这一头巨兽已经慢慢在苏醒当中，他们的石油现在慢慢的被解禁，他们现在天气都要越来越好，所以俄乌战争其实看起来越来越不利。而另外一方面，如果当我们看到整个美伊战争的话，那美国现在必须要快点结束，但是他们什么时候停手不知道。
那伊朗看起来，刚刚向龙哥讲的很对，是生死之战。既然是生死之战，它是 everything can go， 所以什么是手段都遇到的时候，它不会那么容易结束的。那如果说真的要推翻伊朗这个政权，只是单纯的斩首行动，现在看起来似乎已经慢慢的在失效。斩首一次，斩首2次，但是他们的民族性现在被逼起来的时候，我不认为这战争很快的在1个月之内可以结束掉，反而说是在这次现在不管是这12国沙烏地阿拉伯这12国联合声明，还是说其他的国家，他们都希望这个战事早点结束。国际可是尴尬的就是，美国现在完全不理联合国，美国主动放弃他们在联合国中间主导地位，所以现在变成是一个死胡同。美国想要单独打不下，如果他如果送所谓的 ground troop 就地面部队进去的时候，这个会变成一个很长的战争，对美国是致命性的打击。可是如果说他不是送地面部队进去的话，只是光靠这样炸这样去做的话，其实对他们一点都不好。变成说这是一个另外一种的泥沼消耗战。他们现在要谈，他们现在没有人可以去谈。现在他们本来谈判对象就是哈梅尼第一时间被他们炸死了，变成说同仇敌忾到一种程度之下，现在是两边是有，至少伊朗对美国是有仇恨的。有仇恨的民主，这才是最糟糕的状况。所以说，现在美伊战争如果越拖越久，对于美国绝对不利。而对于美国不利的话，对于全球的布局有很大的影响。包括说，现在高市早苗要去见美国，希望在习近平之前。但是高市早苗现在一去就是你要不要帮我护航？你的舰队要不要出去？你日本有实力，而且你也有这个利益关系，因为你的天然气很多都是从红海经过的，所以现在变成是一团，现在真的变成一团的。有点验无好验，会无好会，感觉。对啊，我觉得现在问题越来越棘手了。等于是在今天之前，大家会问说战争何时了？但是呢，那个了就是说，这样这个形态的战争再打多久，大家可以撑得多久？就是这个伊朗可以撑多久？那这个就伊朗的军事可以撑多久？美国的政治可以撑多久？但我觉得到今天又到了另外一种层次了，就是说你打到能源设施了，能源设施的问题就已经是到了说他们是一个相互毁灭式的了，而且对于全球的经济来说，可能会遭遇到的一个冲击会来得更大了啊。因为这个部分就在于说，我们刚刚讲，我们过去讲到的有关于荷姆兹海峡导致的这个油价的飙升。那荷姆兹海峡的状况是这样的：我今天封，我明天开，那开了船就过了，好，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但问题是你今天油田被炸，天然气田被炸，能源设施被炸，然后炼油设施被炸，那就炸了。你今天说好，我今天战争结束了。它的油田、它的天然气田没有办法恢复生产啊，它的整个设备都被炸掉了，所以它可能要花很久的时间才可以慢慢的恢复供应，更不用说恢复到战前的供应。所以现在在今天的战事打到了这个能源设施，而且这个伊朗的这一块天然气的油压跟卡达是相连的，这两个加起来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气的那么一个产区，所以呢，这个东西的影响到了说，先前讲到说，如果要恢复能源设施，大概要数周到数个月的时间，那今天都已经打到这个地方了，你说数周到数个月够你恢复吗？可能更不够了，所以它那个整个恢复期要更长。所以第一个就是你战争还要再打多久？打完之后停下来之后，你的能源设施要恢复还要多久？所以那么长的时间，已经对于台湾，刚才这个佩阳特别提到，台湾现在真的是很危急，因为我们30%几的这个天然气都来自于卡达供应全球20%的天然气，所以呢，目前已经打到了我们的这个天然气库存的问题了。在先前的话呢，你还说我们有7天到11天的库存，然后先前的话因为传奇的关系，本来一些已经先运出来了，所以我们可能还有一些，那真的不够的话呢，调一调，跟日本调，跟韩国调。问到目前现在这个状况，谁要调货给你？你自己都不够了，因为现在可能必须要因应这一场战局以及能源设施被炸之后的能源的一些库存跟可能的备份，可能要比起先前的预估要来的更久才是。所以对台湾来说，到底该怎么办？今天如果说日本、韩国不调给你，应该怎么办？目前可能讲的是澳洲，那澳洲愿意调给你吗？澳洲用多少的钱调给你？我觉得这个问题都是非常的及时，而且非常的复杂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是对于全球的、对台湾的这个库存，更没有讲全球油价。先前对你讲的全球油价，可能一路下去的话呢，会飙到200块钱一桶。现在甚至有人说，搞不好200块还不够，还要继续往上飙。因为你现在整个看起来的话呢，大家今天到这边为止了哈，我不知道，就是今天呢，以色列攻打了伊朗的这个气田，然后伊朗回打了卡达，然后打这个阿联打中了，打沙烏地阿拉伯没打中，那明天会不会再继续打？那明天再打
再打个几天之后，我不晓得中东地区还有哪些油田跟气田还在运作中。所以如果这个样子的话，那整个的状况会更加的糟糕。全球的油价不知道飙到什么程度。今天的美国的联准会已经决定，它就是停住了，它不可能降息，甚至连今年降息的几率都不太有了。好，如果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目前他们的通膨，鲍尔已经说了，控制的不如预期。目前已经控制的不如预期了。如果再反映目前现在的状况的话，你去想象，美国的柴油价格已经飙到了5块钱美金，是从1922年以来最高的一个价格了。所以对于川普来说，他受得了吗？而且重点是全球的油价、物价、通膨受得了吗？所以我觉得目前的状况看起来的情势，比起今天之前，真的是又到了另外一个层级去讨论了。所以你讲到这个伊朗跟这个以色列跟美国到底可不可能停止战争？我觉得现在就是美国的一念之间，美国愿不愿意摸摸鼻子就认了，说好，我现在认赔杀出，就目前为止宣称胜利，看打到什么程度就说我胜利了。那大家买不买单是另外一件事情。那否则的话呢，伊朗当然有人说以色列就美国纵容以色列去攻击伊朗，事实上是让他因为这么大的一个气田，因此而中断，导致伊朗的经济崩溃。崩溃之后缺乏任何的应变跟这个回击的能力，但目前看起来并不是，就是你越打，他就越硬着撑在那个地方，就跟你拼了就是了啊。那所以呢，如果说今天伊朗真的被打到完完全全无力还击，它也是一件事情。那如果不是，他跟你拼到最后，他搞不好最后打你美国本土都有可能。所以我觉得目前这个战局是真的越来越乱。对台湾来说，怎么样因应是目前是迫在眉睫。因为你不要我活，我就要你死嘛，就会更强烈。就你要我死，我不要你活，吴语如偕亡，一起死嘛。那你看那个火，那个烧那个状况，气田最怕什么？火，就是火嘛。对啊。你比如说，常常路上有那种什么中油那个运油车什么车，我都稍微离远一点，万一他发生事情不波及我吗？哎，你不要想卡达的伊朗，你自己想我们的什么1阶、2阶、3阶，如果那个油进来要在那边组床，那个如果着了火是什么样的状况？你自己想想看。尤其它那个管线啊、储油槽如果都烧掉后再重建，哪那么容易啊？我刚到美国第一学期，我的研究计划什么是火车翻车计划，是交通部的，美国交通部的，就火车开到什么样的速度之下会翻车，火车很危险的火车不是像大家想那么安全的，所以我们就研究怎么样在尽量提高它的速度而不翻车。为什么？那时候能源危机刚过油很贵老美那个车子怎么开一开以后，那个油价贵得要死。对美国来讲，油是他生活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分嘛。而且当油价一涨，不是只有我开车涨，我上学要开车，我讲大学了我那时候也开车。比如说我这个上班要开车，我买东西要开车，我不开车我怎么走对，那我开车就要油嘛，那油就贵用电也跟着油涨价，而且不是只有开车交通贵你运输货物、百货公司的东西都要运那个运都涨价了。那怎么办呢？我不讲过吗？日本原来那个什么自动贩卖机或者什么之类的很发达，现在都不行了。我最近昨天的新闻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运输的成本也越贵所以造成自动贩卖机的产品的价钱也提高了，所以它价钱高了，大家去搞它干嘛呢？原来它的优势就是自动自己弄便宜一点了。所以油真是牵一发动全身，你这样打到最后，台湾多倒霉这远远在那边打，跟我们什么关系我们怎么也跟着遭殃呢？油气买得到买不到是会是什么价钱买那才更重要续约再回来。以色列很厉害又斩首了，把伊朗的情报首长、情报部长干掉了，在晚上把他干掉了好像是他女儿家吧然后呢，以色列国防部长这个卡兹说，我现在要杀谁就杀谁，我都不需要总理的同意，我已经被授权了，看谁可以杀我就把他杀了，看谁不顺眼，看谁对我们有害我就把他杀了那伊朗现在说，以色列80年的暗杀计划，就像黑手党一样就是只要我不顺眼谁，看不顺眼就把他杀了。认为说他其实在破坏美国跟伊朗对话的机会，根本不要你们对话，对什么话？不用对话那伊朗总统说，你们是反正暗杀人都是懦弱的，所以呢，
这个被斩首克里姆林宫的朋友嘛，伊朗嘛，克里姆林宫，俄罗斯说要谴责谋杀的行径。现在麻烦的是说，因为这个拉里贾尼哈，他会不会让伊朗的战争更难收场？因为呢，你把这些稍微温和一点都杀了，然后一定向强硬派集中嘛，甚至向军方集中嘛。哦，他现在把能够谈判的比较温和的在这中间，以前的比较这个主张和平的都给你杀了，那你是什么意思呢？你就不想和平是不是呢？所以现在伊朗没有能谈的人了，所以呢，可能要用外交而不是要用战争来解决，可能很难了。我们看一下。空袭警报声响起，上空出现急速飞弹。伊朗在周三晚间袭击了特拉维夫，被以色列的防御系统拦截，双边局势依然紧张。חוסל הלילה גם שר המודיעין האיראני חטיב, שהיה ממונה על מערך הרצח והדיכוי הפנימי של המשטר באיראן ועל קידום איומים חיצוניים מול ישראל ומדינות האזור. מדיניות ישראל ברורה וחד משמעית. אין לאף אחד באיראן חסינות וכולם על הכוונת. 以色列表示，在夜间袭击中击毙伊朗情报部长哈蒂博。哈蒂博2021年由已故前总统莱西任命为情报部长，曾在情报部及最高领袖办公室担任高阶职务，并师从多位伊斯兰高阶神职人员研习伊斯兰教法，其中包括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米尼。在这之前，以色列已经击毙伊朗国安首长拉里贾尼，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准军事组织巴斯杰的指挥官苏雷曼尼。不过，对于哈蒂博的死，伊朗还没声明发表言论。若属实，这周被击毙的一名伊朗高级官员又将增添一名。来，林涛。基本上你看到美伊战争一直在延后，这其实对美国有3大重要的一个目前遇到的危机哦。第一个危机就是以色列跟美国觉得一直把这个伊朗的情报头子跟这个国安会的秘书长见面之后呢，就可以彻底瓦解伊朗的决策圈。可是人家千年的古国，人家对于整个公务体系的稳定程度超乎美国跟以色列的想象，所以一直斩首，一直没有成功瓦解这个伊朗整个在决策体系上的溃堤，所以你竟然在针对这个国安会的秘书长拉里贾尼，还有情报头子这个哈蒂博，你直接针对伊朗里面最稳健的桥梁派，直接把他们斩首，那你要谈什么呢？还是你根本不想谈，你只想用歼灭的手段持续对伊朗镇压？可是伊朗越镇压越没有办法达到和谈的结果，这在整个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里面是一个很重大的风险。第二个风险呢，我们看到以色列这个朝着这个伊朗的南边在打那个油田，那油田主要呢是占全球1/3，伊朗70%的天然气。所以美国川普也出来讲说，他不乐见这么大的油田继续被攻击。那伊朗当然也不是省油的灯，直接朝工业城市打过去，就工业城市也占全球的20%，一下是70%、30%、20%都不是等闲视之，所以能源站的价格一直在推升。我们看到布兰特原油已经来到1桶112美元，而实际原油交易的中东原油已经达到了155美元。当然，在亚洲、在欧美的国家还没有反映这个价格，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还有库存，大家都还在吸收那个价格上涨的压力。可是，当你的库存越来越少，你就一定要反映产地原油的价格，这中间价差40到50美元，进一步的推升通膨跟全球的金融压力，美国扛得住吗？他不是一直很担心通膨的压力对美国期中选举造成的结果吗？所以这是美国第2大的风险。第3大的风险是接下来跟川普基本上是最好的日本高市早苗，因为他知道过去一段时间川普怎么对北约，每一个都叫你军配自己往上加，现在每一个人都叫不动。德国每一次都是出言不是没有好话，没有一句好话。那跟你最好的高市早苗，接下来要访问美国，你如果期待日本能够在这个，因为它原油90%到95%的进口是荷姆兹海峡所影响到，你觉得日本就会因此出兵的话，美国也要失望了。为什么？因为美国的和平宪法，日本的和平宪法不可能嘛，除非你威胁到国家生存，它敏感，它才会有出兵的可能，而且又在这么远的地方，你叫日本的民众怎么接受？而且朝日新闻哦。
去调查了日本的动向，82%反对，只有9%赞成。你叫这个高市早苗，他刚才 re-elect， 他重新把他的政府架构起来，结果到美国就会跟着你一起出兵来处理赫姆兹海峡的状况，会一起起来吗？所以不可能。在这3大风险的状况之下，又加上美国递延川习会，你可以了解到美伊战争一定会继续拖下去，能源价格一定会继续高涨。在这个状况之下，我真的必须要这个强调刚才来宾讲的，台湾的能源对策到目前第一次行政院会开的，跟经济部一起开的能源国安会议所给出来的结论只有一句。就是经济部对于未来的5月、6月之后呢，有长期务实的规划方案。结果内容大家打个问号，看不出来。我们来看啊，伊朗怎么报复？飞弹咻的一声，大楼应声倒塌，被灰黑烟尘吞没。从另一侧角度来看，爆炸浓烟席卷而来，冲击波震得附近停车场汽车警报大作。恐怖一幕就发生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市中心的巴舒拉街区。以色列军队声称，这栋15层楼高建筑的地下室是真主党的金融据点，里面藏了数百万美元现金。早在1周前就被以军飞弹锁定3次，第4次攻击直歼民众。Mojtaba Khamenei's fate is unknown. We neither see nor hear from him. But I can say one thing. We will continue. As we have proven, we will continue to pursue anyone who poses a threat to the state of Israel. 而在伊朗国安首长拉里贾尼被炸死后，伊朗也发动大规模快速打击，再度出动集束弹密集轰炸以色列，泰拉维夫上空弹如雨下。以色列防空系统疯狂拦截飞弹，还是有漏网之鱼，击中中部这栋公寓和火车站，炸死一对夫妇。来，孟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一开始本来打美伊战争呢，是希望一个短期的战略，希望可以呢是在短时间之内把战争结束。不过呢，我们看到现在2周过去了，相关的发展短期要结束，感觉是越来越困难了。所以美国呢，感觉的在整个战略的分析跟策略上面是有一些错误的。所以看到以色列他们不断的使用一个斩首的行动来作为他们的策略。其实以色列以斩首行动作为策略，已经是算是很有经验啊。怎么说呢？他们在1972年的时候，曾经发生在慕尼黑奥运的时候，12位运动员被暗杀的事件之后，他们就一个一个的把所有的负责人都暗杀死了。在2000年初的时候呢，也把呢巴勒斯坦恐攻的人呢一个一个暗杀。所以以色列一直以来会喜欢用这样子的战略，觉得说呢会对伊朗的政府或对他们的敌对的政府造成影响。但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用纽时的话来说呢，就是伊朗的板凳深度够，所以他们变成了接班梯队不断的上来，那变成来说呢，战争有点一发不可收拾的情况了。所以川普呢会说他不希望以色列这样的行动，某种程度上呢，我觉得可以把解释说，川普也希望说呢，战争是可以赶快有个停损点，赶快来结束。不过他现在必须要想的就是该如何想要这个停损点，不然其中选举又要到了。目前呢，美股下跌，那油价大涨，美国是受不了这样子的情况的。那停损点要怎么说？美国要跟以色列怎么样来沟通，来让整个美伊战争有一个完整的落幕？这个是美国现在必须要来好好思考的。休息一下再回来。